生活这玩意儿其实就是检验你修行到哪步的磨刀石，它总能精准的戳中你，让你看清自己在哪儿还犯糊涂。只要你还得跟人打交道，还得过日子，你就会清清楚楚的发现，到底还有哪些破事儿能把你绊个跟头。我想用火箭发射来打个比方，聊聊从那种昙花一现的觉醒到落地生根的觉醒，中间到底要经历什么。火箭想离开地面，得靠巨大的推力，得烧到海量的燃料，它得穿过大气层，冲向太空，最后彻底摆脱地球引力。如果燃料够足，飞得够远，它就能彻底摆脱地心引力。一旦到了那个点，地球就再也抓不住它了。咱们可以把这种比喻套在自我或者那种梦游状态上，你可以把自我看作地球，它自带一股强大的引力，老想把你的意识往回拽。你整个灵修的过程其实就是在跟这股引力较劲。所谓的觉醒就是彻底飞出去。刚开始你可能只是短暂的飘到了大气层外面，从那个分裂的充满我的梦里醒了一下，但别以为醒了就万事大吉了，这并不代表你已经脱离了引力的控制。如果你还没彻底飞出那个引力场，迟早还得被拽回原来的坑里，重新变回那个充满我执和分裂感的旧面孔。这就是我常说的得到了又失去了的现象。经常有人给我反馈说，他们曾经有过特别美妙、特别通透的感悟，觉得抓住了真理，但过了一天、一周，甚至一年之后，他们觉得那股就没了，自己又把真理给弄丢了。这就好比火箭飞了几英里，燃料突然断供的又掉回地表了。用火箭打比方是为了说明过程。你要知道，从梦里醒过来那一刻本身不是个过程，它是自动发生的。但正如我之前聊过的，那个自我的消亡是需要时间的。觉醒的瞬间很快，但后面的演变是一个漫长的脱离引力的过程。我觉醒了，但是老有人跑来找我说，阿迪亚，我觉醒了，但是嘿，只要那个但是一出口，我这当老师的立马就知道，他此时此刻肯定没在那个状态里，他可能在某个瞬间打破过束缚，瞥见过真理，但他体验到的不是那种一直都在的觉醒。说白了，觉醒这事此时此刻才是唯一的硬道理。你昨天飞得再高，跟今天过得怎么样没啥大关系。你不要问自己，我以前开过悟吗？你得问，就在这儿，就在现在，觉醒还醒着吗？当有人跟我吹嘘他有过什么觉醒体验时，我最想确认的一件事就是，他的头脑是不是已经把这份功劳记在自己账上了。如果他说我有过觉醒经验，那完了，这又是另一个幻觉。如果那是真的觉醒，你就该明白，醒过来的根本不是那个我，是觉醒本身从那个叫我的壳子里钻出来了，是灵性看穿了他跟自我的那套虚假关系。自我是不会开悟的，我们根本不是那个我，我们是那个从我里跳出来的东西，是那个从世界里醒过来的存在。从实相的角度看，我们其实就是这整个世界。所以我首先得看这个人是不是站在自我的地盘上宣布自己开悟了，他是不是真觉得那个我成佛了。虽然平时说话我们得用我这个字，这没问题，但在心里每个人都得给自己捋清楚，觉醒的那个不是你那个小我，而是觉醒本身。或者换个说法，开悟就是开悟本身开悟了，没人开悟。这事在你自己亲身体验到之前，可能觉得有点绕，但这跟灵修里所有的事都一样，你得自己去验证，别人替不了你。得到了又失去了这种感觉，其实是你的本性和那个想象出来的自我在打架。这说明你的意识还没彻底逃出梦境的引力场，所以你就在真实和幻象之间游摆，像个秋千一样来回荡来回荡。这种状态挺磨人的，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快精神分裂了，你明明见过那个深层的真相，转眼又发现自己掉回了梦里。你心里有个地方知道那是假的，知道那些脑补的剧情，那些所谓的解释全是南柯一梦。但梦里的引力太大了，哪怕你明明知道某个念头不靠谱，是虚幻的，你还是会忍不住去相信它。在觉醒之前，你要么信一个念头，要么不信，非黑即白。
但在你瞥见真理之后，事情变得很诡异，你可能会一边信着它，一边又知道它是扯淡，或者你明知道有些做法不符合你见过的那种一体感，但你还是会不由自主的去做。这就像是被一股你没法理解的内在力量推着走，哪怕你明知道那是错的。这种经历太多了，如果你现在就卡在这儿，我只能告诉你，这太正常了。虽然很困惑，甚至会让你觉得自己在倒退，但你并不孤独。你怎么能一边信一边不信呢？你怎么能一边跟人聊天，一边眼睁睁看着自己在那儿喷些充满自我的废话，却停不下来呢？这确实让人心里发毛。这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自己搞砸了，出大问题了，但你要记住，这都是必经之路，你没犯错，这只是觉醒过程里的一个站台。我之前说过，第一次觉醒就直接定型，在不动摇的情况极少见，虽然有，但不常见。绝大多数人的觉醒都是会打晃的。有些老师会说，会动摇的觉醒就不是真觉醒，我不这么看，原因前面讲了，真理就是真理，你看了一眼是看，看了2000年也是看，真相本身没区别。觉醒之后，风险反而大了。既然这个阶段你的觉醒会像电灯开关一样开开关关，而你又束手无策，那该怎么办呢？首先，你要明白这一切都没事，这就是个阶段。如果你想逃避这种体验，比如拼命想找回最初那个美妙的觉醒状态，来解决当下的尴尬，那你其实是在逃避这段旅程。一旦你意识到现在其实没啥大问题，你就能坦然面对内心的那些困惑和痛苦了。觉醒后的动摇其实更疼，因为你已经看穿那是假的了，却还得按假的方式去演，这种内在的撕裂感比以前强多了。以前你糊里糊涂的过日子，那是不知者无罪，就像耶稣说的，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啥。但现在你的灵性之眼睁开了，你对自己的一言一行，甚至每一个念头都更敏感了。当你明知故犯的时候，那种痛苦是翻倍的。所以觉醒之后，其实你的赌注变大了，觉醒的越深，责任就越重。我记得在禅宗寺院里，有位女住持把觉醒比作爬梯子，你爬得越高，就越不敢往下看，你越来越没法忍受那些明知不真实的言行，你会意识到，如果不按真理来，后果会越来越严重，到最后，哪怕是一丁点的虚假，你都受不了。以前我们想象觉醒，总觉得那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，咱们最初对自由的理解其实挺幼稚的，总觉得那是个人的私事，是一种轻飘飘、乐呵呵的感觉。但自由其实很微妙，它不是你私人的财产。随着你的眼力越来越好，你会发现凡事皆有因果。如果你老是知行不一，生活就会给你点颜色瞧瞧。我管这叫眼里的恩典，它不温柔，不让你舒服，但它确实是恩典。这种觉悟让你明白，只要你偏离真理，你就会疼，这其实是在保护你。实相这东西，它永远对自己忠诚，你顺着它走就觉得喜悦，你拧着它干就觉得痛苦，这是宇宙的基本法，谁也躲不开。这种稳定其实是件好事，实相从不骗你。你跟他吵架，跟他对着干，他就伤你没例外。他不但伤你，还会伤到别人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乱。但这种严厉其实很美，它能帮你扎根到自己的本性里。我们越是深刻的理解到，不按本性做事会给自己和世界带来伤害，我们就越能在跑偏的时候及时把自己拉回来。那么觉醒为什么会动摇？说到底还是因为习气，我们内在的某些部分被格式化得太深了，刚开始连觉醒的强光都照不透，所以我们还没彻底自由。习气或者说业力，撇开那些玄乎的解释，其实就是因果，就是你过去的人生经历给你留下的烙印，那些根据过去形成的喜欢或讨厌的惯性。这些烙印很大一部分来自你的原生家庭，你的成长环境和以前吃过的苦、享过的福。社会和父母把他们的观点、道德、规矩塞进你的脑子，于是你就有了特定的程序，追名逐利，或者追求所谓的爱和灵性。这些玩意儿构成了你的受限状态，这就像电脑软件，你装了什么程序，
电脑就怎么跑，人也一样，被生活环境编程之后，就只能按那套逻辑去反应。你会发现，如果你太了解一个人，你就能预判他的反应，因为你摸清了他的程序，他想要什么，怕什么，一目了然。当咱们了解了一个人的习气，他就变得像剧本一样可以预测。大多数人的自我感其实就是建立在这些程序上的。别人告诉你优秀，你就觉得自己行；别人说你没用，你就觉得自己错。这些全都是程序制造了一个假的我。同样的，我们也习惯了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。有人觉得世界很美好，有人觉得到处是陷阱。这些二元对立的观点其实都是程序的一部分。但在真正觉醒的那一刻，意识突然断电重启了，他从那个被编程的自我里醒了过来，那种感觉就像是放下了千斤重担。在那一刻，你甚至没法想象那些旧程序还会回来找麻烦。觉醒的标志之一就是你觉得自己再也不会和那个旧版本认同了，这种确定感是自带的。可事实是，绝大多数人都会发现旧程序又诈尸了。虽然觉醒能毁掉大量的习气，甚至把它们连根拔起，但每个人清理的程度不一样，有人清理了10%，有人清理了90%，谁也说不准。你没必要去纠结为什么别人清的比你快，纠结和抱怨业力重没什么用。业力这东西跟能不能觉醒没太大关系，但它确实会影响你觉醒之后的售后服务。问的那个问题，有人在状态波动的时候会问我怎么才能一直保持觉醒？嘿，这问题问错了。修行里提问的姿势很重要，想一直醒着是很自然的想法，但这问题本身是从梦里问出来的。灵性本身从来不问我怎么才能待在自己里面，更有意义的问题是，你是怎么让自己又掉进坑里的？你到底还拽着什么不放？什么样的情境能勾起你的困惑，让你又去信那些虚假的东西？到底是什么诱饵，让你的意识又回到了引力场里？别问怎么保持醒着，要问我是怎么又睡着的。这事没标准答案，每个人掉进坑里的方式都不一样，有的是潜意识里的旧假设，有的是觉醒后残留的无意识冲突。在这个过程里，你得跟自己建立一种诚实的关系，仔细盯着到底是什么让你回到了分裂状态。你得把那些特定的念头和信仰给揪出来，这时候重点就不再是那些高大上的灵性修炼了，而是你的日常生活。生活会把你的习气暴露的体无完肤。在跟爱人、孩子、朋友相处时，你要愿意接受生活的考验，看清生活在哪戳到了你，看清你什么时候开始评判、抱怨，什么时候开始指责别人而不是反思自己。你得明白一个硬道理，唯一能让你受苦、让你陷入幻觉的人，只有你自己。外界的环境没那个本事让你掉线，谁也不能把你从觉醒里拽出来。这是最核心的觉悟之一，这全是你跟自己之间的活儿，是你自己在对自己搞小动作，虽然往往是无意识的。区别在于，如果你真的觉醒过，你跟这些残留业力的关系就不再那么私人了。以前你觉得习气就是你本人，现在你知道，虽然那些程序还在跑，但那不是你，他们没法定义你，这可太重要了。如果一个东西不再定义你，处理它就容易多了，你不会那么害怕。一旦你明白这些业力不针对任何人，你就能更坦然地面对自己的处境。你会明白，那些让你难受的体验其实是误会。这就像你开着车在高速上飞奔，突然你把脚从油门上挪开了，挪开脚的那一刻就是觉醒。天呐，这车不是我，路边的风景也不是我，我要去哪也定义不了我。觉醒之后，你不再给那个分裂的自我加油了。但就算你不踩油门，车还有惯性啊，它不会立马停下来，它得滑行一段。你要做的就是警惕自己，别又把脚放回油门上。每当你重新认同那些旧习气，去相信那些旧念头，你就是在偷偷踩油门。所以觉醒后的清理过程，就是学习如何不再踩油门，并认清是什么诱惑你踩油门的。哪怕这种认同是不由自主的，你还是得弄清楚它是怎么发生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
生活就是你最好的哥们，生活会让你看到你哪还没整明白。如果你足够诚实，你就不会躲在我曾经觉醒过的记忆里，也不会躲在那些高深的理论里，你会走出来，不再逃避。我想说的是，一个人很可能上一秒还醒着，下一秒就打呼噜了，这很自然。最重要的是明白这没什么大不了，这说明你正在进入更深层的清理，你现在能更真切地看到自己想搞分裂的倾向，那些以前在暗地里操纵你的东西，现在终于浮出水面了，让他们浮出来，这本身就是清理的一部分。别拿绝对真理当避难所，别把我的话当成什么自我提升课，这事儿不是要让你变成一个完美的人，而是要让你看清是什么在制造分裂。这跟修成圣人是两码事，真正的圣洁是看万物都圆满，内心没隔阂。你需要医治的是那些让你内心打架的东西。觉醒之后，你需要的是彻底的诚实，去看看自己是怎么蒙蔽自己的，是怎么被引力拽走的。让人们做到彻底诚实挺难的，因为自我有个臭毛病，他喜欢拿觉醒当借口，去逃避人性里的阴暗面。我建议学生们反省时，有人会说，反正都没我了，也没人需要反省。自我和人都是幻觉，看个毛线啊！从绝对角度看，确实没问题。但如果你拿这个当借口去忽略那些无名的行为和负面情绪，那你就是被自我给套路了。这种学生最让老师头大，这是觉醒的一个大陷阱，紧抓着绝对视角，否定掉剩下的一切。其实那是自我在利用这个视角，躲在里面不出来。所以我才强调，这段旅程里，诚实是第一位的。是的，绝对视角一直都在，确实没人在受苦，也没人在修行。但我现在不是在跟那个虚假的自我说话，我是在跟灵性说话，实相在对实相说话，听着像是我在教导某个人，其实不是。我这些话是从觉醒的视角出发的，觉醒的那部分从不害怕没觉醒的部分，他不觉得幻象跟自己是分开的，他和万物都是自己。但同时，如果你够诚实，你会发现内心有一种渴望，想彻底甩掉限制，甩掉恨和贪。在彻底搞定之前，你的本性是不会满足的。要做到这一点，你不能否定终极真理，但你也得认清当下的现状。你得问问自己，我哪儿还藏着恨，哪儿还藏着贪，哪儿还让我觉得孤独和悲伤。这些部分需要被看见，因为觉醒的本性是慈悲的，它不但不会逃避这些阴暗面，还会主动凑上去。觉醒的部分不躲避矛盾，不躲避痛苦，它会影响他们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真正开悟的人，明明嘴上说一切都完美，没啥好改的，却往往最热衷于照顾受苦的人。他们彻底投身于利益众生，为什么呢？既然一切都完美了，干嘛还折腾？如果只有绝对视角，他们确实不会这么做。他们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他们没被绝对视角给卡死。他们愿意敞开心扉，去感受实相里的慈悲。实相每分每秒都在呼唤他所有的部分醒过来。如果你拿绝对真理当挡箭牌去逃避人性，你就错过了最精彩的部分。你的人性也是神圣的，它也渴望被真理穿透。这个过程需要你完全诚实，这跟看心理医生不一样。我们不是为了解决问题，让自己变开心，那是梦里的逻辑。我们要的是认清实相，实相正在你身体里运作，想带你彻底回家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所有的小九九都会被曝光，你的戒掉逃避的习惯。要是有人问我该咋办，我会说，从简单的事儿开始，别绕着问题走。如果心里有疙瘩，转过身去盯着它，别拿我已经醒了当借口。在你单纯的愿心和真诚的努力中，真理会自己显现。真诚本身就是最好的方法，你得渴望真理，甚至超过渴望那种爽快的体验。这种真诚是装不出来的，它是实相自带的品质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这种彻底的真诚挺难找的。可能你上一秒还在云端，下一秒就掉进二元对立的泥潭里打滚，这事儿能把你周围的人都看傻了。刚才还像个大师，现在怎么跟个傻瓜似的？这甚至会让有些人怀疑觉醒到底有没有用。其实
你可以对真理有极深的洞见，但在人性层面上，你依然可能一团糟。别逃避那些还没醒的地方。当你发现自己又想搞分裂，又想到别扭时，直面它，这就是修行。